在陆廷宇身边待了3年，最后1年，我答应跟他结婚，他给了我一场盛大的婚礼。网友都说还是白月光的杀伤力大，堂堂陆氏总裁都难逃情劫，他们又相信爱情了。的确，对这份爱我是切实的体验者。3年来，陆廷宇对我尊重体贴，关怀备至。当我让保姆把婚房的被子拿出来晒时，有人找上门来了。顾欣一手撑在后腰，另外只手托着肚子。我知道我只是你的替身，但是请你看在我怀了廷宇的孩子的份上，把他还给我好不好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他想要上前拉我手，我皱眉，下意识抽手躲开。顾欣摔了，他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上，随后就捧着肚子大叫，吓得保姆赶紧打120给人送到医院。陆廷宇赶来的时候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对我甩脸色，往日的温柔和耐心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解释他是碰瓷，家里有监控能看到，但他却坚持相信顾欣不会做出对孩子有危险的事情。我去医院看顾欣，他嘴巴微张，等着陆廷宇给他喂粥。他动作熟练，顾欣也十分配合，不像我还需要他求着喝才肯张口。两人这一幕恩爱情深的画面实在有些刺眼。看到我来，顾欣惊惧地盯着我，护住肚子，抽噎。我就是有点产前抑郁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求求你别伤害我的孩子，我只是想让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。陆廷宇看着顾欣的肚子，似乎做了什么决定。他看着我，阿云，如果你当真不喜欢这个孩子，我们就离婚吧。好啊，我不喜欢，那抽个时间离婚吧。或许是我的语气太过于冷静，陆廷宇脸上露出了挣扎。果然，我热脸贴你冷屁股都已经3年了，你对我还是这么无所谓，人都死了，你还忘不了。如果你像顾欣一样懂事就好了。他明知我这3年经历了什么，却还是将这3年的相伴变成利刃刺向我。我感觉心被人剜了一刀，疼得我喘不过气。我盯着陆廷宇看，释然道：确实是，那我放过你了，也放过我自己。我一直都知道顾欣的存在，但我在这3年里根本没有见过他。朋友明里暗里跟我提过，陆廷宇在最思念我的5年里，找了个跟我相似的替身。我出国的那段时间，陆廷宇发了疯似的找我，朋友、邻居都找遍了，也没有人知道我的消息。从那时起，所有人都知道了，我是陆廷宇深爱的白月光。后来顾欣出现了，他不再提起我，进陆氏专心打理公司。我刚经历了丈夫去世，他找到我说会帮我寻找凶手，我便回国了。所以他原本跟谁好，我并不在意。刚开始他不住在别墅，却每天细心安排3餐，但我一心扑在找肇事逃逸的司机上，想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，这样我的丈夫就死的就不算冤枉。太累导致晕倒进了医院，却查出我怀孕了。医生说我营养不够，他就想招法的哄我吃饭补身体。人人都说我江流云命好，能让陆廷宇的喜欢。我怀了别人的孩子，他都心甘情愿。可现在多讽刺啊！我在家待了好几天，陆廷宇也没有安排人把离婚协议送过来。终于我的耐心快要耗尽时，陆廷宇发消息给我，司机去接你了，我查到杀你前夫的人了。以前陆廷宇都是第一时间回来接我，他说不要劳烦司机，这样他会失去陪我的机会。现在电话都省了，司机送我到指定地点，陆廷宇还靠在他车上抽着烟。我不喜欢烟味，
看来这些年他活得挺憋屈。我跟着他来到了一个地下会所，里面的女性衣着都有点暴露，男的有的在磨刀，有的在丢飞镖、打桌球。此刻他们停下了动作，虎视眈眈。我走出一段距离了，还能感受到那些视线。陆廷宇带我进了一个包厢，里头有各种类似刑具的物件。一个油腻的中年男人裹着浴巾从卫生间走了出来。疑惑之际，我感觉到房间气氛不对，我抄起桌上的空酒瓶敲碎，警惕地看着这两人。我捂住口鼻，腿脚开始发软，慢慢退到墙边靠着。男人上下打量着我，玩味地说：“陆总之是把自己女人给我了。”一股凉意直冲天灵盖，我怒视着陆廷宇。陆廷宇似是不忍，让男人给他点时间跟我聊聊。他把人送出去，关上门，转身前点了根烟，缓缓开口：“3年了，憋得我太难受了。你身边所有人都是我杀的，谁让他们都这么碍眼的？”听到这句话时，我感觉恐惧席卷我全身，将我吞没。我用尽力气将手中的玻璃瓶丢向陆廷宇，他没躲开，玻璃划破了他的脸。他用指腹轻轻开去脸上的血迹。哦，还有你的孩子也是。我的身体撑不住了，顺着墙滑坐下来，张着嘴想喊出声，却怎么也没有声音。你想知道为什么吗？见我难受，陆廷宇来了兴趣，缓缓靠近我，犹如一条吐着蛇信子的毒蛇。我闭眼不愿意去看他，嫌恶的表情再次惹怒他。陆廷宇打开房门，先前的男人拿着一根带着倒刺的短鞭就要进来。我拿起地上的玻璃片，划开大动脉，鲜血淋漓，种种迹象回忆在眼前。临死之际，听到他语气惋惜：“死了呀，下次再给陈哥你找个更好的。”我恨我自己识人不清。云醒了，还有哪里不舒服？望着熟悉的装饰和卧室，而旁边坐着已经过世2年的妈妈，激动我反握住我妈的手，有温度。我顿时又哭又笑，下意识地摸了一下我的脖子。我重生了，重生在和我前夫傅业相遇的前一天。为救他，我受了伤，从此2人就被捆绑。妈，傅业醒了吗？我妈见我没事了，便打趣我：“小伙子是长得不错，居然能让你一醒就挂念。”我笑了笑，儿大随母，颜值即正义。傅业当时摔伤了胳膊，见他真的再次出现在我眼前，我这颗心才放下。我拿箱子装了点现金给他，让他伤好了再走。陆廷宇跟我爸有生意往来，他想要拓展海外市场，而我爸也看上了陆氏在国内的发展。上一世我并没有认出他，那时候我还缠着傅业大胆求爱，可能那时他就被陆廷宇盯上。我爸是想要借着陆氏在国内站稳脚跟，傅业和我作为负责人回国对接。这次我打算避开傅业，保护他。时隔5年，我回国应邀参加了上次错过的高中同学聚会。许久未见的几个朋友拉着我聊天，好奇我高3毕业后去了哪里，毕业聚会都没来，出国学习了，走得匆忙，所以没有跟大家道别。旁边有个人冷不丁地出声：“你是走得匆忙，有人找你找到发疯。”几个朋友也开始附和解释原委，我却望向刚才出声的人林动。高中时，陆廷宇是学校有名的校霸，家里有钱，我们同班，他跟陆廷宇是好哥们。当时我急于准备出国的资料，电脑死机了，只好跑去学校附近的网吧。出来时天都黑了，巷子中间的路灯下，几个混混正蹲着抽烟。我有把握能撂倒这几人才选择抄近路回家，
有人对我吹口哨调戏，正准备出手的时候，陆廷宇突然带着几个人窜了出来，其中就有林动。当时他们看了眼我的校服，冲几个混混吊儿郎当道：“这我们学校的人你也敢欺负？”话不投机半句多，双方一下就爆发，开始互殴。陆廷宇阻止我报警，我说了声谢谢就走了。之后陆廷宇他们几个偶尔出现在我的视线，我以为他们要找我麻烦，没想到居然是陆廷宇喜欢我，谁找我找到发疯。话音刚落，陆廷宇带着顾欣来了。顾欣看到我脸色转冷，手抓紧了陆廷宇的臂弯。陆廷宇愣在原地，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半晌才高兴道：“刘云，你回来了。”我语气淡漠：“我们认识。”全场注意力本来就在我们身上，一听我这话，顿时包厢安静到针落可闻。陆廷宇却丝毫不在意：“那我们可以现在认识，我是陆廷宇，你好。不过我对有女人的男人没兴趣。”全场倒吸冷气。林动站起来想要教训我，被陆廷宇阻止。我倒是希望林动再多点勇气，让我痛快地打一场，但坐了好久，他也没动静。中途我前脚去洗手间，顾欣后脚站在门口，得意地看着我洗手。他冷声道：“你以为你回来就能得到他的心？这些年是我在陪着他，我警告你，最好离他远一点。”我默默地洗完手，就见顾欣来了个平地摔，红着眼眶：“我知道你是因为我才不跟廷宇相认，刘云姐，对不起。”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，果不其然，陆廷宇来了。他蹲下抱起了顾欣，看向我的眼神意味不明。顾欣头埋在陆廷宇的肩膀，接着抽泣道：“早知道我今天不来了，廷宇，我心里难受。”陆廷宇低眉，下巴蹭了蹭顾欣的额头：“不是你的问题，我们走吧。”我只觉得可笑，他前世今生都只会用这一个伎俩。姐妹，据不完全统计，这世界上可是有35亿男人，我不会像你一样吊死一个男人。对于你来说是宝贝，可对我而言和垃圾没区别呀。我语气轻飘飘的，还拿出粉饼补妆，不给两人一个正眼。我啥也没做，就凭他一句喜欢我，莫名其妙成了他的白月光。当事人完全不知情，现在来道德绑架我，还最后杀我丈夫，将我带回身边立深情人设，真够恶心人的。我离开故意撞开两人，陆廷宇抱着顾欣差点摔倒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陪着妈妈消费，买了一堆她喜欢的东西。我妈拿着佛珠爱不释手，怎么最近有空陪我逛街了？在国外那几年，我都怀疑我生了个事业脑，天天跟着你爸去谈生意。我靠在他的臂弯。最近流行当妈宝女，还请黄女士拿出贵妇的样子。妈妈脸上露出了骄傲的笑，我却盯着她出了神。上一世父业回国的第一天就出车祸去世，我伤心欲绝。而陆廷宇刚好跟我们家有生意往来，他答应帮我一起查。我跟着他回国了，检查出我怀孕时，我妈放心不下，在来陪我的途中遇到车祸，当场死亡。短短几个月，我失去了最爱我的2个人，因为太过伤心，经常晕厥，差点流产。我和我爸2人哭得泣不成声，因为悲伤占据大脑，我没去细想，从而疏忽了很多细节。我妈摸着我的脸：“妈宝女就妈宝女，妈妈又不是封建残余，别哭了，不好看。”商场的空调很足，眼泪划过脸颊，被妈妈擦去。回过神，我冲她笑了笑，快速擦掉眼泪，掏卡付款。趁着柜员去拿 POS 机，突然一只手迅速抓起佛珠，娇声：“廷宇，你快来看，
这个珠子好漂亮啊，奶奶会很喜欢的。刘云姐好巧啊，这位是伯母吧？伯母你眼光真好。我的眼神在佛珠上停留了一瞬，顾欣神色为难。不过刘云姐，这个佛珠的成色很好，价格有点高，不然你让给我们吧。奶奶快过生日了，她人还倒体贴，还怕我付不起钱。顾欣又拉了拉陆廷宇的袖子，廷宇，你觉得好看吗？陆廷宇视线一直在我身上，还不忘回顾欣。好看，伯母也喜欢的话，我们再找找别的。我妈没忍住呛声，并白了他们两个一眼。哪里来的市井小户，这穷酸劲都给酸死我了。你们要就拿去，又不是什么稀奇宝贝，真够触眉头的。走吧，不逛了。哇哦，妈宝女狂喜。我拉住我妈的手，心情雀跃。黄女士，过几天我把这里买了，以后这个商场调一个钢镚都得姓黄。给我妈乐的星星眼都出来了，她知道我能做到。离开的时候，陆廷宇叫住了我，他追上来，眼神幽怨。刘云，我们怎么成了这样？这串佛珠我会买下来，到时候以你和伯母的名义送给我奶奶。你到时候可以来参加宴会吗？顾欣也跟了上来，笑容牵强。廷宇，刘云姐刚回国，想必有很多事要忙，而且来的都是圈子里的人。刘云姐太久没有参加过国内的宴会，怕是都不认识，到时候得罪人就不好了，对吧？刘云姐看着这两人拉扯了会儿，我内心毫无波澜，镇定道：行啊，不过一条太寒酸了，再以我的名义多送点。我们家什么实力你知道的。陆廷宇抑制不住的欣喜和顾欣脸上的惊愕恼怒截然相反。晚上菜都上来了，我妈筷子拿起又放下。不是，你图啥呀？你不喜欢他们，还偏要去找气受。再说了，要去咱们家可以自己去，用得着他掏钱送礼，让人看了不得笑话死。我给他加了一块他爱吃的糖醋里脊，告诉他我自有打算，等着看热闹吧。以前在别墅时，偶然听保姆提起过这次生日宴，陆廷宇带着顾欣盛装出席，别人都是名牌高定天价首饰，而顾欣送给老太太的礼物是验孕棒，气得老太太够呛。顾欣以为这样就能稳了，可不到3个月他们就分手。因为我回国了，大家又在炒赝品，终究干不过真的。距离宴会还有几天，我妈却提前准备上了，我便由着她折腾。之前她在国外时见过陆廷宇，还是牵线认识的，这次回来可算看清了真面目。但我必须先站稳脚跟，这样不至于被他打压得太惨。前事我松口答应，也是由我爸公司不稳定，想着陆廷宇能帮忙，加上我看到国际新闻，原本意气风发的爸爸一夜白头，我又不争气地哭了，开始准备妥协。加上踩空楼梯流产，终身不孕，短时间发生了太多事情。陆廷宇又善于伪装，一直陪伴在我身边，贴心开导我。我也终于想通，再怎么考验这个人，时间也够证明了，哪有人能装这么久？但我还是低估了陆廷宇。我迈出的最后一步，便是陆廷宇为我准备的深渊。他爱的不是我，也不是顾欣，这次我必须早点解决他，不给他留任何机会。回国后，我总是忙到凌晨。昨晚太晚睡，我妈拉开窗帘，催促我快起来，人都已经到楼下等着了，今天绝对不能丢面。我就像个提线玩偶一样，任人摆布，直到最后换好礼服，才清醒了些。江小姐，你平时经常去美容店吗？我摇摇头，继续打瞌睡。那你皮肤也太好了吧？对呀，给你做造型太省心了。
假发片都没用处。这一人一句的哄得我和我妈心花怒放。我妈大手一挥，给了2万的小费。两人临走之前一直拉着我妈说，下次一定还要找他们呢。等下面消停了会儿，我才下楼，但看到楼下站着的人，我愣了。傅烨身姿挺拔，西装给人增添几分禁欲，虽是他最正常不过的打扮，再看到还是会被吸引。上辈子就冲着这张脸，我利用救命之恩对他死缠烂打，最后成功拿下。事实证明，他的确是个好的伴侣，除了晚上有点磨人，可惜是我害了他。不过他怎么来了？我妈在楼下看得着急，喊了我一声，愣着干嘛呢？下来啊！回过神，我加快下楼的步伐。我看了傅烨一眼，把我妈拉到一旁。妈，他为什么在我们家？你上次不还救了人家吗？我也是才知道，原来这小子是我们院里的，就是以前那个被你揍得流鼻血的那个。死去的记忆开始攻击我。小时候，我有一个女侠梦，但我爸武馆的孩子都被我打怕了，然后我就盯上了新来的傅烨。我故意找他单挑，输了就给我当小弟，结果就是给人揍得流鼻血。最后又带着东西上门道歉，他的确信守承诺，一直始终坚定地跟在我身后，直到我们家出国做生意就再也没有见过。听说他高中时父母去世了，我妈当时还带着我爸回去了一趟，但我没有想起他，难怪我妈在我结婚后处处向着傅烨，可以死，但没必要社死。谢谢。我妈又牵着我走到傅烨面前，小傅啊，等下麻烦你照顾一下我家阿云了。傅烨低沉又悦耳的嗓音传来。好，阿姨您放心，我不想让他送我，毕竟上一世就是在这个宴会上。傅烨被陆廷宇盯上，我在犹豫怎么拒绝。傅烨似乎一眼看穿我心底的想法，不放心我，放心吧。同样的错误我可不会犯第二次。我惊讶抬头对上他的双眸，什么意思？难道他也重生了？我浑浑噩噩地坐上了车，熟悉的味道在静谧的空间传播开，这是独属于傅烨的味道，有点像竹子般的清冽，后续又带点檀木香。曾经我老喜欢往他身上靠，嗅他身上的味道，很安心。后来我问了一个会古法之香的朋友，想试试能不能做出这个味道，但他说这是你体内的 DNA 认定了傅烨，所以才能闻到他身上特殊的气味。为了打破尴尬的气氛，我开始找话题。你怎么回国了？傅烨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。回来找人。反正不可能找我，多半是因为工作，因为他也是个事业脑。我和傅烨赶到的时候，宴会刚好开始了。在不远处接待宾客的陆廷宇注意到了站在我身旁的傅烨，露出的笑容又敛了回去。我没理他，反而挽着傅烨到一旁的用餐区。陆氏集团这些年蒸蒸日上，走对了赛道，短短几年时间内已经在商圈里打响了名号。陆家老太太80大寿，能来的名流都来了。我摇着杯中的红酒，思考等下怎么全身而退。突然，手中的杯子被抽走了，又被塞了一杯水。我看向傅烨，先喝点水缓缓，不能空腹喝酒。傅烨放下我的红酒，又像是怕我误会。我答应伯母要照顾你。傅烨的耳尖在我的注视下悄悄变红了。不管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，他一关心我就会变成这样。我心中逐渐坚定傅烨也重生的念头。我张嘴想要调侃他，就瞥见陆廷宇来了。顾心挽着陆廷宇，陆廷宇的步伐有些大，他得并作2步才能跟上。妆容较好的脸上带上了一丝急切，他亲昵地靠在陆廷宇身上。
刘云姐，我们等了你一早上了，你终于来了。婷雨有些忙，我又在陪奶奶，照顾不周，但相信你能理解的。陆婷雨也接话，刘云，你能来，我真的很高兴。我善解人意道，确实是照顾不周，不过这主人家的事和你们应该没关系吧？怎么不高兴呢？又多收了点礼，我没给两人留面子，因为实在是没必要。顾欣倒也不尴尬，摆摆手，刘云姐，别这么说话，今天来的都是有身份地位的人，人家该认为你没有教养了。傅叶放下酒杯，眼神发冷，你又是哪家的小姐，敢这样和他说话？陆廷宇眉头微蹙，看向傅叶，我用胳膊撞了撞傅叶，你怎么戳人心窝子呢？人年轻，哪有不走错路的？我假意教训傅叶，又在提起顾欣以前的黑历史。顾欣的确就是陆廷宇在夜总会里认识，也是为什么顾欣死抓着他不放的缘故。毕竟能有人能拉他离开深渊。顾欣黑脸了，笑面虎也有装不了的一天。陆廷宇扶开顾欣的手，下意识的就要和我解释，然而顾欣的手机响了，立马借口陆老太太要见陆廷宇，拉着他走了。我转过头，刚想和傅叶解释，就瞅见贵妇堆里探头探脑的妈妈。我抬手示意她出来，提着裙子过去找她。傅叶在我后面拎着裙尾，有些无奈。黄女士，你不是不来吗？我妈压低声音说，你不是要来教训他们吗？我凑热闹，亲女儿的热闹都凑，不愧是亲妈。不消片刻，陆老太太被人拥着出来了。上一世我没有见过陆老太太，听说老太太年轻时也是个雷厉风行的人，向来讨厌第三者，而陆廷宇是他儿子在外的私生子，更加不喜欢他。他也打算将陆家交给陆维利，可陆维利出国滑雪的时候也遇到意外，不幸离世。老太太受不了打击也走了，但后来陆廷宇就顺利掌控了陆氏。我现在一回想，才觉得漏洞百出，只要是有人妨碍他利益的，都被他给扫干净。我看到人群中的顾欣想要上前搀扶陆老太太，但被他巧妙避开了。顾欣尴尬收回手，这种聚会本不会拆开礼物看，这不是大户人家能做出来的事。可顾欣故意吸引注意力，当着众人拿出礼盒，里面有快玉和验孕棒。奶奶，你拆开看看，里面是我花了好大心思准备的。他当众逼着陆奶奶接受自己的礼物，同时也想要通过舆论逼迫她接受自己。周围的人窃窃私语，还有人知道我是陆廷宇白月光的，焦点又落在我身上了。陆廷宇的视线扫过人群，最后定格在我这边，眼神有些慌乱。所有人都在等着看好戏，毕竟白月光和替身都在场，可不多见。本来是个高兴的宴会，被顾欣搞得乌烟瘴气。在众人的见证下，老太太拆了礼物，看到验孕棒也只是假笑两声。所有人都心知肚明，背地感慨顾欣的胆子。突然，陆维利穿过人群，找到老太太，附在她耳边说了什么。老太太把礼物随手交给身边的人，陆维里指了指我的方向，而老太太也招手让我过去。陆廷宇着急了，想说什么，又被兜里的电话给堵了回去。陆廷宇挂断电话，震惊地望着我，匆匆走了，独留顾欣一个人站在老太太跟前，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。待我走到跟前，陆维里才克制着喜悦跟宾客道别，望各位贵客尽兴，我和奶奶还有些事要处理，先行一步。江小姐，这位先生是……差点忘了，傅叶还在后头提着我的裙子，他是我信任的人。走吧。
陆维里跟陆老太太领着我们去了书房。陆老太太感激我帮陆维里稳定了在陆氏的地位，这样他也能顺理成章地把公司管理权交给他，同时也好奇我为什么要帮他。明明一开始是陆廷宇先接触的我们，我摘去了和陆廷宇的恩怨部分，解释原委，又把陆维里夸了一通。老太太拉着我的手不放，高兴得合不拢嘴。前世我没和陆维利接触过，接触后才发现，不愧是从小培养的继承人，做人谦虚有度，做事有条不紊，处理工作有自己的一套手段。而前世陆廷宇正是搞定了城南项目，才在陆氏站稳了脚跟。然而我把机会给了陆维利，对于陆廷宇来说，这次项目是他进入陆家的一块敲门砖，现在他连门都进不了。业内的人都知道陆廷宇为这个项目跑前跑后，花了不少精力，我却扭头和陆维利合作。要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身边的人出事，那他自然就成了最大嫌疑人。从宴会离开后，我妈约了老朋友见面，没和我一起回家。坐在车上等绿灯时，我歪头看向傅叶，清了清嗓子：“你不高兴？”傅叶目视前方，没回答我，索性我也不去看他。过了很久，他轻叹像是认命般：“你高中真的和他谈过？”我心中咯噔一声，猜到他可能是听了那些口中关于我和陆廷宇的八卦。没有，话都没说过几句，我就莫名成了白月光。听到我解释，傅叶才终于露出笑容。看到他笑，我感觉心里小鹿乱撞，脸上燥热，想开窗透透气。就在快要到家时，傅叶开口提醒，后面的车从酒店出来，就一直跟着我们。我通过后视镜的确看到有一辆黑车紧跟不放，而且那个驾驶位的人不就是前世那个陈哥吗？我心顿时提到嗓子眼，死死攥着安全带，开始紧张。别紧张，你先帮我导航警察局，然后报警。傅叶沉着冷静，很快后面的人也看出来这是去警局的路。陈哥见动不了，手发狠，一脚油门踩到底，直接砰的一声撞上来，车子失控往旁边的绿化带撞去，安全气囊瞬间弹出。我昏迷之前看到傅叶满头是血。傅叶，不要，阿云别怕，爸爸在呢。我爸轻轻擦掉我眼角的泪水。是梦。我缓了缓，刺鼻的消毒水味提醒我在医院。爸，怎么会是你？看到本该在国外的父亲突然出现，我心底生出一丝不好的预感。我妈呢？傅叶呢？我急得大颗眼泪往下掉。我只记得车祸时，傅叶为了救我，破碎的玻璃没入他的皮肤，他的血染红了我的礼裙。可本应该是我妈在我床前的呀。我害怕了，我不应该提前计划。我爸被我这反应吓住了，他赶紧抱住我安慰：“你妈没事，还好附近有人帮忙，不然就真的……”我爸语气哽咽：“他这会儿回家给你煲汤了，你别担心。”傅叶也被抢救过来了。我爸的话就如同定心丸一般，我听后慢慢冷静下来。我爸气得咬牙切齿，势必要让陆廷宇付出代价。你和你妈同时出事，这事儿绝对和陆家那私生子脱不了干系。这几天我恢复得差不多了，傅叶也转到了普通病房，但人还没醒。陆维里来探望我，低头削着苹果。你打算怎么做？他找人调查了，虽说和陆廷宇没有直接关系，全是一个叫陈勇的男人一手操控，但我知道这两人早就狼狈为奸，前世做了不少违法乱纪的事情。我目标明确，我的计划可能会影响到陆氏。陆维里愣了一下，大概是没想到我这么坦诚。
将苹果递给我。陆氏没你想的那么脆弱，而且他还只是一个私生子，能闹多大水花。周一早晨，各大媒体忙得脚不沾地，都想抢最新的消息。陆廷宇被警方带走调查，可惜没有证据，只能释放。我在养伤的同时，配合陆维利调查陆廷宇，包括陆廷宇认识的那个会所，把这些人都挖出来，还费了我不少功夫。陆维利经常问我，怎么感觉你很了解他？我只是笑着把前世了解陆廷宇个人产业都给抖露出来。陆氏集团那些被陆廷宇收买的中高层也一一被揪了出来。陆氏可谓是大换血，会所被剿，陈勇也知道陆廷宇帮不了他，索性直接出卖了他。陆廷宇成了逃犯。我出院那天，所有媒体把门口围得水泄不通，都是想要采访我。我来到陆氏大厦找陆维利，我刚进去就感觉后面有道人影。我推开总裁办公室门，微笑道：“恭喜陆总，以后一路坦途。”陆维里连忙起身，招呼我到沙发坐下。我们才聊一会儿，不一会儿，门人被大力撞开，没拦住人的秘书躬身道歉。陆维里示意他先离开。陆廷宇紧咬后槽牙，面目狰狞。原来你们早就勾搭在一起了。江流云，你个狼心狗肺的贱人，在我面前装得多清高啊！陆维里挡在我前面，沉声道：“陆廷宇道歉，江小姐是我的朋友，我们比你光明磊落得多。你做的那些事是我检举的。陆家不养小人。”陆廷宇冷哼一声：“江小姐，现在倒是给我演上了。我们好歹是一家人，你现在帮着外人来对付你弟弟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的什么。”陆维里想上前教训他，我赶忙拉住他。看陆廷宇脸上的伪装撕得差不多了，内心很是痛快。就因为我是私生子，所以你们从小到大都看不起我。但这是我能选的吗？陆廷宇情绪失控，大声宣泄着自己多年来的委屈。那我呢？这么多年了，凭着你年少的一句喜欢就想绑架我。陆廷宇被我戳中心事，还没缓过来就被保安带走了，警察也在楼下等着他了。我要你活着，活着看着自己坠入深渊，死了怎么赎罪？陆廷宇商业犯罪、蓄意杀人等数罪并罚，接下来的30多年就在牢里度过了。我还没有清静几天，顾欣又来找我了。自从陆廷宇出事后，他每天都来找我，起初是电话，后面是短信，再然后就跟今天一样在陆氏蹲我。顾欣上前拦住我，人来人往，他还挺着肚子，很快就吸引人过来。江流云，算我求你，你救救廷宇，他最喜欢你，只要你救他，我把他让给你好不好？我挣脱顾欣，紧紧抓住我的手。别傻了，你我他谁都不爱，他爱的一直都是他妈妈。不信的话，你去他家打开书房，你看到自然就懂了。顾欣垂下的手攥紧，喃喃道：“不可能的，你骗我。陆廷宇是私生子，陆家老太太不接受，他母亲以死相逼让他回陆家，结果用力过猛，在陆廷宇面前自尽了。前世我偶然发现别墅的隔间里全是陆廷宇母亲的画像，眼神居多，我才明白，原来他母亲死前没闭上的眼睛成了他一辈子的执念，而我和顾欣不过是刚好与他母亲的眉眼有些相似，在他那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所以不惜一切代价杀了我丈夫、孩子、母亲，让我一步步依赖他。陆廷宇心底的阴狠、冷漠、执念注定他永远不可能爱人。
那次之后，我就再也没见到顾欣，只听说他过得并不好，把孩子打了后又回到了老本行，副业的伤势重，基本等我解决好一切，他才能出院。我去的时候，他已经收拾好了东西，他正在病房里换衣服。我看到紧致流畅的背部线条愣神，他察觉到我的视线，转身对上我的眼睛。我被抓包，抬手想挡眼睛，却被他拉下来。不是爱看吗？挡什么？我喉咙一紧，问他：你是不是也重生了？傅叶看着我的眼睛，微微颔首，辛苦你了。我眼眶发酸，扑进他怀里。我爸妈在外面等半天不见人，两人进来就看到我们抱在一起。我妈见状撞了一下我爸，家里还有没有字典？没有。要那东西干什么？我爸一头雾水，给我外孙想名字喽。过完年我们就订婚，准备等到天气回暖再办婚礼。昨天已消逝，今天刚好，一切都刚好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